花之韵是被哀嚎声吵醒的，睁开眼就是陌生而简陋的环境，周围散发着血腥味和霉味，身上还压着一个人，恶心的触感让他美眸微蹙。哎呀，楚王妃，好好享受吧，楚王成了废人，今晚这洞房，小的们陪你过。老三说的对，皇后吩咐，让小的们好好伺候您，保管您满意。楚王睁大眼睛，看看你的王妃在小的们身下如何求欢呢？花之韵意识回笼，眼中浮现出一抹杀意。末世时猥亵他的人就没有活下来的，他们这是在找死。花之韵柔弱无骨的小手攀上男人的脖子，男人还以为花之韵在回应，可下一秒脖子吃痛，咔嚓一声，男人便气绝，歪头倒在花之韵身上。而其他人则丝毫未觉，在他们看来，这娇滴滴的王妃此时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由他们宰割，没有任何的危险性。可此时的楚妃早已换了心子，虽然和原主同名同姓，都叫花之韵，但她可是来自于末世的，她有着空间能力和治愈医术，她死了又活了，成为了她看过的一本权谋小说中只出现一章的炮灰女配，是女主的垫脚石，而女主就是这群粗鄙男人口中的皇后。皇后嫉妒原主美貌，在她获罪之后便派人来强暴原主，而原主则不堪受辱，选择了咬舌自尽。花之韵舌头吃痛，这原主倒是个刚烈性子，她的这份清白以后便由她来守护。这个被称为楚王的男人，花之韵从他的眼中看到了绝望无助，也看到了愤怒和不甘。他被人拳打脚踢，鲜血从嘴角溢出，眼睛却死死地盯着花之韵，眼神中透着愧疚、自责以及说不尽的心疼。其他人瞧趴在花之韵身上的人竟毫无动作，一脸嫌弃地将人扒拉开。哎呀，老三，不行啊，不行，换小弟来，如此美人必须好好享用。寒光一闪，男人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裤裆，股股鲜血从指缝间涌出。他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衣衫凌乱的花之韵，震惊开口：“去死！”手起刀落，男人倒地，温热的鲜血喷了他一脸，他却眉头都没皱一下。他可是自末世而来的，末世里面对的可都是狰狞恐怖、凶残吃人的丧尸，他早就练就了心狠手辣。而四肢被废、倒地不起的楚灵章只剩下一口气还吊着，他眼睁睁看着三个大男人被眼前娇弱纤细的女人一刀一个杀了还不算，还废了他们的子孙根。下手之狠厉，动作之麻利，比他培养的死士还要狠。3秒之后，牢房里只剩下了花之韵还站着，看着气息奄奄的人，花之韵问道：“需要送你一程吗？”只剩一口气的楚灵章摇摇头，他不出手，这人必死无疑。不过他虽有医术，却并不打算浪费在一个和他毫无干系的人身上。看到他的拒绝，花之韵也不再多管闲事儿，起身离开。他既然接受了这具身体，那怎么着也得给人家报仇吧。皇后是吧？行，正好去混上一回。凤仪宫内，人派出去了？回娘娘，早派出去了，这会儿怕是已经得手了。只要毁了他的清白，就算皇上对他在意，但只要想到他被几个死刑犯轮番玷污了，怕也会恶心的不行。干得不错，有赏。苏婉梅得意一笑，笑意还未达眼底，头皮一瞬吃痛，身后的宫女闷哼一声，便倒在了地上。苏婉梅察觉异样，正要回头，脖子便也一痛，眼前顿时一黑，倒在了花之韵的怀中。花之韵看着这娇花似的眉眼，没想到这美人皮囊之下心思会那么歹毒，那就别怪她心狠了。她从空间中拿出了剃头刀，不一会儿，苏婉梅如墨的长发便掉了一地，让喜欢黑长直的人大呼可惜。修剪完，她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笑了笑，然后便将苏婉梅整个人收进了她的空间里。他的无限空间是可以存放活物的，人在里面只会昏睡。做完这一切，花之韵并不打算就这么离开。来都来了，那不得进点货吗？正好他空间里囤货不多了，他小手一挥，凤仪宫的小叶紫檀、黄花梨、金丝楠木的桌椅板凳啊、梳妆台啥的，
还有什么屏风、衣柜、八步床，通通收入空间。待他离开，整个凤仪宫除了躺在地上的宫女太监们，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还有这凤仪宫的地砖也不错嘛，一块一块的，还挺规整的，小手一抬，全部收走，一块不剩。一阵飓风席卷，三宫六院的主子们正睡得香甜呢，压根儿不知道他们已经一贫如洗了。不管是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还是珍稀药材、花瓶茶具，只要是他看得上的，全都收了。搜刮完三宫六院，便是御膳房。御膳房还不错，全是吃的喝的，米面粮油酱醋茶，还有火腿啊、鸡鸭鱼肉啊、干贝海货啥的，全都收走。锅碗瓢盆、木柴炭火也一样都不落。等御膳房的小太监打盹醒来，都傻眼了，这还是他熟悉的御膳房吗？他眨眨眼，然后扇了自己一巴掌，很疼。干爹，不好了，御膳房遭贼了！御膳房的兵荒马乱，花之韵不管，他按照地图所示，来到了狗皇帝的司库，轻松地解决掉了守卫，徒手劈开钥匙，大拉拉地进入了司库。比起凤仪宫，这皇帝司库可要豪华多了。他也不耽误时间，意念搬空司库，挥一挥衣袖，不留下一个铜板。那司库都搬空了，国库怎么可能落下？除了账本不要，直接搬空，粗粮细粮都收了，兵器棉衣也收了，粮草药材也不剩。他满意的看着空空荡荡的国库，花之韵心情大好的从守卫身上跨过去，大摇大摆的离开了。地图上还有不少物资红标，其中最多的就是苏阁老家。书中描写说他是最大的贪官，也就是苏婉梅的娘家。劫富济贫他最爱了，他手指着阁老家红标的位置，直接就被传送了过去。地图在手，出行我有，比他那个世界什么有德千度地图要方便许多。宫女爬起来，还以为自己被绑架了，一边叫人一边走出去，看着凤仪宫的牌匾，不敢置信眼前被搬空的凤仪宫是他所知的那个凤仪宫。皇后娘娘呢？皇后娘娘，不好了，皇后娘娘失踪了！哎呦，我的天哪！凤仪宫的地砖怎么都不见了？鱼缸呢？凤仪宫众人都傻眼了，奔向寻找，很快就惊动了其他宫的人。主子们看着比蝗虫过境还干净的宫殿，再看看放着珍贵物品的司库，这不看不要紧，一看直接被气晕了过去。好大的胆子呀！本妃的东西也敢偷！来人，抓小偷！天哪！是谁胆大包天，搬空国库啊？此时苏阁老府上地下库房比国库和皇帝的司库还大，比一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场还宽敞。很好，这是原主的东西。楚王被陷害，锒铛入狱，楚王被抄家，原主作为楚王妃，她的嫁妆也被抄了。原本是归于国库的，却没想到会出现在苏阁老的司库。不用问，问就是贪污了，难怪是这当朝最大的贪官呢。不搬空苏阁老家，他就不姓花。来不及一样一样的查看，花之韵直接意念搬空司库，一件不落。苏阁老府很大，花之韵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搬空，各个夫人的嫁妆，还有给儿女准备的聘礼嫁妆，毫不迟疑的收了。书房竟然守卫森严，他一出现就被发现了踪迹。谁？利刃飞了过来。花之韵眼神一冷，美眸闪过一抹金光，嘴角噙着3分笑意。此时朝他胸口射来的利刃，在他的反弹异能的作用下，突然改变了方向，利刃朝着扔出他的人射了过去，正中心口。那侍卫闷哼一声，倒地不起。花之韵临危不惧，眼风扫过，被他眼神锁定的箭雨全都反弹回去，谁射的箭雨谁中招，绝不含糊。不少人中箭，从屋顶树梢上落下，倒地不起，没时间和他们多纠缠。花之韵解决了这些人，贴着窗户就要收物资，此时却听见了2人的对话。楚王必死无疑，别让他活着到达流放之地。皇上放心，老臣会安排的。也不必如此，别人不知，比我还能不知晓。朕的并不是皇家血脉，朕身体流着的是苏家血脉。嘘，皇上不要妄言。多
多亏了阁老当初把朕和楚王互换，让朕成为皇家血脉，顺理成章坐稳这个江山。为皇上效力，老臣万死不辞。苏阁老能不激动吗？苏家血脉坐拥江山，这天下是苏家的。华之玉没想到自己会听见如此惊天秘密，幸好他空间有录音笔，录下来，这必须录下来啊！这可都是证据，得好好利用。原来楚王才是真正的皇室血脉，原来当今的皇帝是苏家血脉。李代桃僵，鸠占鹊巢，苏家好算计。楚王妃如何处置啊？他为了皇上嫁祸楚王，要不是他把那东西带入楚王，事情没这么顺利啊。个女人而已，当初不过是为了利用她办事，才会承诺保她一命。楚王死，她也不用活。嘿，渣男！欺骗玩弄原主的感情就算了，还言而无信，违约背义。想到原主咬舌自尽的下场，美梦破碎的心痛，怕是只有他自己知晓。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花之韵，怎么可能放过他们？保护主子，杀！大刀、利剑还有暗器，全都朝他招呼过来。就在他们以为人必定伏诛时，他们的杀气竟然不受控制的，全部都反弹在了自己身上。大刀砍断骨头，利剑刺穿心脏，暗器穿肉染血。他们一个个不敢置信地瞪大眼，身体的剧痛清楚地告诉他们，他们被自己的招式给伤了。侍卫们死不瞑目地倒在了血泊中。花之韵佩戴变声器，这是藏在空间里的东西，需要用的时候戴上就能变声，很好用。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见了祖宗还不跪下，放肆！”萧莲大喝一声，从腰间拔出软剑朝他刺过去，被花之韵制服，对着他就是五花大绑。萧莲怕了：“你是谁？只要你放过朕，朕饶你不死。”我需要你饶。花之韵冷笑，从空间拿出手术刀，哼，狗皇帝，落在我手上就别想全虚全伪的活着离开。你要做什么？嘿嘿，嘎蛋！花之韵坏坏一笑，对付渣男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阉割。萧莲一时说不出话来，下一秒他的惨叫不绝于耳。你该死！嘎蛋是个小手术，花之韵没少给人嘎蛋，经验丰富，毕竟她长得不差，在弱肉强食的末世，女人想要活下去不容易，没少人惦记她，最后都被留下一对蛋作为纪念。三下两下麻药都不用打，一对蛋就被他放在了白瓷盘中，还带着血丝儿。胡乱的缝合伤口，还给他打了一个蝴蝶结。作为医生嘛，善后工作也要准备好。杀了朕！你说杀就杀呀，我要你生不如死。手术很成功，不要太谢我。意识到子孙代被嘎了的萧莲怒不可遏，趁着花之韵不留意，就要一头撞死他。谁知人没撞着，头却撞向了一旁的假山，直接把自己给撞昏死过去，还省了花之韵把人打晕了。他一脚踢翻瓷盘，2颗蛋滚上泥巴灰，他看都不看一眼，进了书房，把纸画、笔墨还有各种书籍和书信全都搬空。表面是书房，实际上书房下面还有地库。花之韵打开暗门，下了地库，一箱一箱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还有一件龙袍，以及黄金打造的龙椅和金丝绣线的龙袍，一看就是苏阁老的尺寸。哼，这苏阁老也做着当皇帝的美梦呢。黄金龙椅和龙袍他没落下，收进了空间，好歹是金子，融了可以继续使用。哎呀，皇上，皇上，快醒醒啊，皇上！萧莲悠悠醒来，头疼，下身疼。他知道不是噩梦，看着被苏阁老踩爆的蛋，萧莲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来人，追杀刺客，朕用生屠魂剥了他！他膝下无子，如今蛋没了，他后继无人了呀。那人好狠的心，竟然直接绝了他的子嗣，该死！萧莲秘密乘坐马车回宫。马车上被抓来的太医手捧着还未被踩爆的蛋，只求一死。微臣无能，朕嘎蛋的情况，若是泄露半句，全家陪葬。臣不敢泄露半句。夭寿了，皇上成了太监了。等萧莲回到宫中，一个个来报说国库被洗劫一空，司库一件不剩，皇后下落不明，凤仪宫被搬空，地砖被扒，3宫6院主子们的库房都被人给清空了，就是御膳房都半点不剩。撤查！至于皇后，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此时，昏迷的皇后被丢在破旧的城隍庙中，这儿聚集着无数乞丐，老少都有，个个脏污腥臭。苏婉梅让死刑犯轮圆住，花之韵便让乞丐们好好招呼他。丢了几把碎银子过去，被砸醒的乞丐们就要骂骂咧咧，看见银子立马卑微讨好。大人有何吩咐？好好伺候他，务必让他满意。乞丐们眼睛亮了，一个个松了松草绳裤腰带，露出了猥琐恶心的坏笑。嘿，还有这种好事啊！苏醒过来的苏婉梅，你们不要过来！放肆！知道本宫是谁吗？本宫是皇后，拉开你们的脏手！你们要是敢碰本宫一下，本宫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皇上，求朕息火呀！苏婉梅被萧莲的人找到的时候，只剩下了半条命了，而那些乞丐们早就跑了。没想到他才让死刑犯去轮花之韵，当晚自己也被算计。他这个尊贵的玩物被那些乞丐狠狠玷污，里里外外清白全无。侍卫一来，看着满身痕迹的皇后，恨不得自插双目。止步，背身。侍卫们照做，内心泛起嘀咕，怕是要出大事儿了。杀了那先生！娘娘，是谁？乞丐，全城所有乞丐。人太多了，他也不知道有谁，但不管是谁，只要是乞丐都得死。手下领命。苏婉梅紧绷的弦松了，人直接昏死了过去。医女检查后告知萧莲，她下身撕裂，遭受了非人的虐待，清白全无。萧莲握了握拳，嫌弃地看了眼被乞丐们轮过的苏婉梅，别开脸问医女：皇后会怀孕吗？医女脸色变了变，奴婢可以去准备紫汤药，以防万一。不必，这2个月后要听见皇后有喜的好消息。你懂朕的意思吗？医女胆战心惊，目瞪口呆。皇上这是自愿戴绿帽就算了，还要养野种。皇上好变态。医女为了保命，跪地领命。奴婢遵旨。萧莲满意的笑了，丢下一句让医女好好照顾皇后，便抬脚离开。她不敢走太快，身上有伤，走动间会扯动伤口。她没了蛋，再也不能繁衍子嗣了。皇后必须生下孩子，还得是太子。就算这次没怀上，以后也得怀上别人的野种。萧莲为了大局考虑，戴一顶绿帽又如何呢？花之韵没想到这狗皇帝这么能忍，他替原主报了仇，心情大好的回大牢时，顺便在地图上搜索了一下贪官污吏。很快，地图上出现不少坐标，有物资不收是傻子。花之韵又花了半个时辰不到，把地图上的库房、厨房还有仓库都给搬空了，都是贪污受贿的物资。正经所得的他一点都不碰，他可是有原则的人。花之韵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大牢中，顺手把牢门一关，做出从未出去过的样子。忙完这一切，才从空间拿了一瓶水喝起来，才喝了一口，差点喷出来。美眸落在角落中，还瞪着一双眼盯着他的人。你还没死啊？楚灵章沉默了一瞬。你不是花之韵。你怎么看出来的？你的言行举止，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本王是废了，但本王也不想。他死了，我借了他的身体。死了？那女人死了？他活该。要不是他帮助狗皇帝陷害自己，楚家满案不会被抄家流放。你想活吗？你不杀我？你都这样了，用得着我动手？我可以救你。啊，多谢。你得求我。楚灵章眼眸微闪，下一秒，丢掉身份和地位，尊严和高傲，清冷虚弱的声音从他口齿中溢出。花之韵就喜欢识趣之人，眼前这个人能屈能伸，就很识趣。就这么让他死了，花之韵觉得可惜。狗皇帝和皇后需要人收拾，帝后恨不得除之后快的人，他非得给他们添堵。若是他不出手，楚灵章活不过今晚。他现在就是一口气吊着，死了就不好玩了。他穿书了，怎么也得搅得天翻地覆才行。皇帝阴毒，嘎了蛋犹不解恨，抢了他的江山才好呢。张嘴！他什么都没问，囫囵吞枣的吞下去，就怕他临时反悔。花之韵不是那样的人，他还好心的拿出一个花螺，把录音笔塞在里面，让他听一听苏阁老和萧莲的对话。楚王必死无疑，
别让他活着到达流放之地。真的并不是皇家血脉，朕身体流着的是苏家血脉。皇上是苏家血脉。好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桥归桥，路归路，你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现在觉得如何？楚灵章懵了一下，正不知道如何回答，就察觉身体有一股子热流席卷而来。看他反应，花之韵知晓金河生效了。紧接着，他发现楚灵章躺着的地方枯草回春，石头缝隙生根发芽，藤蔓缠上了他的四肢。这是植物系异能。花之韵没想到楚灵章获得了异能。这是属于你的异能，你试一试，能不能让他们开花结果？楚灵章照做，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已经不能用惊涛骇浪来形容了。这世上竟有如此诡异奇特之事。在他意念下，光秃秃的藤蔓，肉眼可见的枝繁叶茂，从花骨朵儿到果实成熟，不过一盏茶的时间。楚灵章保住了一条小命，也获得了植物系异能，可以随意操控植物藤蔓。这异能不错嘛。把人都带出来，皇上下令即刻流放。这位官差，我和楚王已经和离，两人再无瓜葛，流放这事儿应该不需要我了吧？和离？花之韵拿出和离书，同时还递上了100两银票。确认和离书是真的，他正准备蒙混过去，让花之韵滚蛋。就在此时，一个凶神恶煞的人走来，抢走了花之韵的和离书，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便干脆利落、毫不迟疑的撕拉一声，和离书就被他撕成了2份。想拿着和离书离开，做梦！你花之韵生是楚王府的人，死是楚王府的鬼，楚王府上下被流放，你也逃不了。带走。你确定吗？本官从不开玩笑，一路上最好老实点儿，否则别怪本官不客气。让他们换上囚服。花之韵麻溜地套上囚服，撩了下头发，似笑非笑地看着苏问。苏问还未反应过来，花之韵便抬脚重重地踢了过去。穿着绣花鞋的花之韵对着某个地方用力的一跺。快把这个疯婆子拉开！谁敢动我，一样的下场。花之韵眼神一冷，周围其他人吓得腿软，只觉得蛋疼。上啊！出了事本官负责。官差们你看我，我看你，拔出大刀就要对着花之韵砍过去。才举起来，脚下一绊，噼里啪啦的，连人带刀狼狈的摔在地上，伸长的藤蔓把人绊倒，成功的缓解了花之韵的危机。你是负责的，对不对？救命！放开本官！苏问疼得直吸气，看着不敢靠近的官差，比起面子，还是保住子孙根的好。求你放了本官！可以。拿下！流放路上慢慢折磨。官差们领命。是。花之韵倒想看看他们在流放路上如何折磨自己。林章低语道：等下离开京城，你再写一份和离书，我给你盖章。行。他们一出现在大街上，万人空巷，大家都挤在官道两旁看热闹。叛国贼！通敌犯！大小罪人！打死他们！朝廷对你那么好，你竟然背叛皇上，不得好死！花之韵眼神一冷，余光扫过，那些泼来的污秽物仿佛有生命似的，半空中反弹了回去。狗屎糊脸，牛粪砸头，夜香凝身，一个个的反弹中招的人都不敢置信，看着自己泼出去的东西全都糊弄在自己的身上，差点崩溃。呸呸呸的声音此起彼伏，叫骂声更是不断。他们想趁机羞辱花之韵，却被狠狠反弹。球衣上半点脏污全无的花之韵，悠哉悠哉地随着流放大部队出城。就连楚灵章也被不少夜香袭击，熏得人差点昏过去。他余光落在粪便马尿不沾身的花之韵身上，这女人有点意思。就在快出京城时，一枚暗箭朝花之韵的背后心肺位置射了过来，而这破空而来的箭雨半途中拐了个弯儿，不给对方反应的机会，直接射中了对方的心肺。他直挺挺地从屋顶上倒下去，砸在了百姓面前，吓得他们嗷嗷叫。花之韵回头勾起一抹死有余辜的笑。被紧急送去药炉的苏问，经过大夫检查，说是伤了要害，怕是以后再也不能展示雄风了。苏问崩溃，苏问绝望，苏问怒不可遏，气得跺脚，牵动了伤处。贱人，绝不让你活过今晚！
一路上带着臭味从京城离开。后面还有人追着扔石头和泥巴。花之韵拥有反弹异能，别人伤不到他。其他被流放的，比如说坐着囚车的楚灵章，就吃了不少苦头。其他流放的人也是伤痕累累，没一块好地方。到了京城外的三里亭，等着不少目送流放人离开的故人。他们拿着包袱，准备了钱袋，让流放之人路上打点官差，吃的喝的可以自己食用。花之韵没想到，他也有人送包袱，一张陌生的脸。他继承了原主的身体，却没继承原主的记忆。只见这嬷嬷是朝自己而来的，他表现得淡定。王妃，一路上怕是要吃些苦头，老爷怕你受苦，特地让夫人准备了包袱给你送来，这些银两用来打点。花之韵手里多了一个钱袋，沉甸甸的，应该有个5、60两碎银子。这是夫人准备的衣物、鞋袜，还有些包子、馒头，以及王妃最喜欢吃的桂花糕。花之韵瞥了眼特地被嬷嬷打开的油纸，里面是香甜软糯的桂花糕。忙活一晚上没吃东西的花之韵瞧见桂花糕，眼神亮了亮。经历末世的人才知道食物有多珍贵。花之韵拿了一块，咬了一口，这味道有点不对劲啊。不过他并未吐出来，余光瞧着嬷嬷的眼中有金光闪过。是夫人送的？是，夫人怕王妃路上饿肚子，特地让厨房做的。王妃吃不完，可以给王爷尝一尝，好歹是夫妻。嬷嬷如此周到，想来也是饿了，不如也尝尝看。花之韵拿了一块送到嬷嬷嘴边。奴婢不饿，奴婢怎么敢和王妃抢糕点吃？本王妃赏你的，不用客气，快吃吧，别不好意思呀，本王妃都喂你了，别不识好歹。填鸭式的喂食，王嬷嬷不想吃也得吃了。2块糕点下喉，王嬷嬷想挣脱花之韵的束缚，挖出吃下去的桂花糕。花之韵动手，她休想得逞。呕了好一会儿，没能吐出来的王嬷嬷崩溃道：王妃为何害人？本王妃故意的，你能把我如何？想毒死本王妃，也得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是老爷吩咐的，王妃也吃了，要死一起死。为什么？花之韵不解，书中对花家并没有多少描写，毕竟不是主角团。搬空贪官污吏的时候，他还避开了花家，现在看来，他就不应该心慈手软的。花家根本没打算让他活着到达流放路上，送的糕点有毒，这是要毒死自己。反正都要死了，王嬷嬷也不再隐瞒。花家不能出罪人，你被流放，丢了花家的脸，老爷夫人容不下你这种败坏家门之人。这样啊。花之韵眯了眯眼，看了眼京城的方向，他怕是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了。王嬷嬷以为会看到他被抛弃的绝望痛苦表情，谁知道他神色淡淡，毫无愤怒不甘，顿时觉得奇怪，这位大小姐不是最在意老爷夫人的吗？夫人虽是续弦，对这位大小姐却视如己出，他们情同母女，现在却无悲无喜。王嬷嬷来不及多问，腹中便一阵绞痛，她难受地捂着肚子蹲下去。花之韵对着同嬷嬷一起来的小厮招招手：“嬷嬷肚子不舒服啊，快送她去医馆看看。”小厮一看王嬷嬷脸色，不敢耽搁，和花之韵告罪后，把人扶上马车，打马离去。王嬷嬷在马车上没忍住，一口鲜血喷出来，人倒下去，再也没起来。桂花糕的毒药并不霸道，而是慢性毒，基本上要吃完之后才会毒发，吃1块2块的没问题。不过这前提是花之韵没加其他的毒药，喂给王嬷嬷的糕点中加了毒，吃1块1个时辰之后毙命，吃2块1盏茶就毙命。王嬷嬷活不到找医馆。很快花老爷和花夫人也知道王嬷嬷死了，花夫人皱眉：“那是给王妃准备的，她怎么吃上了？”是王妃喂的。她是不是知道糕点有毒啊？不可能，一定是王嬷嬷贪嘴。花老爷否认，他弄来的毒药无色无味，只要他们不说，他不可能知道下了毒。王嬷嬷不是那样的人。王嬷嬷是花夫人的陪嫁嬷嬷，最是办事得力。她特地示意一定要送到花之韵那个小贱人手上的，还提醒说要和楚王一起食用，有人授意不让楚王和楚王妃活着到达流放之地。那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一道含笑的嗓音在他们背后响起：“
花之韵脱下隐形雨衣，只要穿上它，就能隐形，不让丧尸发现。同样也能欺骗人类的视线。他就是靠着这个隐形雨衣，才脱离了流放队伍，来到花家找渣爹后娘算账。你不是流放了，怎么会在这儿？收到爹娘的包袱，感激不尽，特地回来感谢你们。花之韵拿出剩下的12块桂花糕，味道不错，我吃了1块，嬷嬷吃了2块，剩下的你们平分吧。来人啊！别叫了，他们都被我打晕了，会给你们回应的。你听娘解释，都怪王嬷嬷自作主张，都不是我们下的，是她下的呀。哼，当我好骗是吧？花之韵也不废话，从身后也就是空间中就拔出了一个3岁小男孩。你们不吃，我就让你们宝贝儿子代替，如何？拿着桂花糕，做事就要塞小男孩嘴里。哎呦，别！他是你弟弟，你不能这么对他呀！我娘就生了我一个，我可没什么弟弟妹妹。原主娘3岁时生2胎难产，一尸2命。半年后，现在的花夫人入门，她是原主娘的堂庶妹，据说姐妹俩感情深厚。现在想想，怕是原主娘死得有蹊跷啊。他是爹的儿子，你们同父异母，怎么就不是你弟弟了？我不认，有时间逼逼，就问你们吃不吃吧。老爷拒绝。花之韵塞了1块糕点，让小男孩吃下去，他无意识的就要吞咽，吓得花夫人大叫：“我吃还不行吗？”母子情深的花夫人把属于她的6块糕点狼吞虎咽的吃下去，大不了等会儿吃解药嘛，她有解药，不怕的。花夫人吃完，轮到花老爷。花夫人见她不愿意，又急又气，低语道：“老爷吃吧，有解药。”最后3个字说得很小声，只有他们2人能听见。花老爷眼睛亮了，这才放心大胆地吃了1块又1块桂花糕。解药不存在的，桂花糕的毒早已升级。6块桂花糕下肚，花家夫妻还没来得及偷摸吃解药，肚子便一阵绞痛，2人都露出了痛苦的神色。毒发了！解药！花老爷朝花夫人伸手，花夫人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瓷瓶，哆哆嗦嗦的，疼得手脚不够灵活，瓷瓶从手中掉落，咕噜咕噜的滚在了花之韵的脚边。她好心的捡起来，扒开木塞子，问几颗？哎呦，1颗就够了。花之韵一人1颗解药，看得他们差点道谢，但转念一想，就是他逼着他们吃的，道什么谢呀？1颗药闷下去，他们一边等着解药发挥作用，一边对花之韵骂骂咧咧：“你这个弑父杀母的不孝女，你快把你弟弟放了！”花小弟狠狠地摔在地上，他无辜耸肩：“你们让我放了的？你！”花夫人气急攻心，一口黑血喷出来。解药怎么没有？肚子好痛啊！要不再吃1颗？夫妻俩一对视，一人又吃了1颗，但还是腹痛难忍，鼻子流血，流的还是黑血。他们还怀疑中毒太深，2颗解药没用，又吃第3颗，这次耳朵开始流血了。等他们准备吃第4颗的时候，药瓶空了，6颗解毒丸都被他们吃了，而他们的眼睛开始流淌血泪，这才意识到他们吃的解药不对症。你动了手脚？没错，我觉得你们下的毒不够霸道，特地加了一种毒药，使之腹乳绞痛，七窍流血。放过我们吧，我们也不想这样，都是被逼的，皇上授意爹娘下毒的呀。我是你爹，你就忍心毒死我？这不是我们本意，你要怪就怪幕后黑手。我这人就是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你们动了手也跑不了。花之韵不会被他们3言2语蒙骗，他们该死，他对该死之人从不手软。夫妻2人垂死挣扎，口耳鼻眼黑血流淌，地上拖出了一条黑血的痕迹，还未爬出院门呢，夫妻2人便咽了气。花之韵确定他们死翘翘了，开始搬空花家，物资一点不剩。等下人们发现不对劲，花家也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被打晕的花小弟醒来，看着趴在地上的爹娘，不住的推搡，让他们醒一醒。
可怎么都推不醒。老爷，夫人。花家物资不少，有地图在手，不管藏在哪个旮旯角落里的物资都在地图上显示，同时地图不断发出警报。你已经偏离流放路线30分钟，请在30分钟内回归路线，否则清空空间。花之韵只是皱了皱眉。搬空花家之后，马车马匹骡子都不剩下，看见一匹骏马挺神俊的，花之韵便从空间里拿出一枚金盒，放在黄骠马嘴边。他嗅了嗅，舔了舔，大舌头一卷，金盒进了他肚子里。小姑娘长得真俊，想骑马吗？骑马哥哥呀！咧嘴笑的样子，要多猥琐有多猥琐。花之韵拳头都硬了，还以为是哪个色批呢，没想到是只色马。他利落地骑在马背上，披上雨衣，隐身在马背上，嘶吼一声的黄骠马嘚儿嘚儿地朝着南城门离去。今日流放南蛮之地的楚王一行人就是从南城门离开的。花之韵若是不在20分钟内赶到，他的空间就会被清空，那他辛辛苦苦囤的物资就全没了。他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呢，现在看来他必须要走完流放全程才行。骑得舒服吗？本马是不是很厉害呀？花之韵拿出手术刀来，再比比就阉了你啊！黄骠马夹着后腿，保护弱小可怜的自己。花之韵把马收进空间，慢悠悠地朝着人群走去。恰在这时，官差吹哨，集合，上路。花之韵走得好好的，突然有人撞过来，花之韵一个闪身，撞他的人撞了个空，狼狈地摔倒在地上，手中的匕首刺中自己。救命啊！其他人看了过来，怎么了？是老三家的。哎呦，他流血了，杀人了！惊呼声吸引了官差过来查看。受伤的妇人指着花之韵，他想杀我！你确定？妇人骂骂咧咧，就是你这个杀人犯！其他人怒目相视，特别是妇人的丈夫，他扬起巴掌就要打在花之韵身上，被他一脚踢飞，狼狈地摔在地上，宛若废物。还有谁？一起来！妇人也没想到，他看似娇弱，居然这么狠。住手！住手！楚王妃，你过来！其他人碍于凶神恶煞的官差，不敢说什么。见花之韵被官差带走，知道他怕是吃不了兜着走，他们乐得看好戏。至于自伤的妇人，咬咬牙朝着囚车那边靠近。那人说了，不管是哪一个，只要是杀了一个，就放了他一个孩子。他流放没什么，他的2个孩子还小，这一路上跟着只会吃苦，现在争取一下还能投奔娘家，让娘家人抚养他们平安长大。别怪我，有人说了，只要杀了你就能放了你弟弟，他才7岁呀，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受罪呀。反正你被废了4肢，废了武功，成为废人，苟且不如早死早超生。利刃还未刺破囚衣，夫人便被他操控的藤蔓死死地缠住了脖子。夫人痛苦挣扎，双眼充血，呼吸不畅地瞪着他。夫人到死都没想到废人还有杀人的本事。燕娘，燕娘！二房那边的人看着倒在囚车边上的尸体，哀嚎痛哭。树林章，你害得全家被流放就算了，还杀了燕娘！你这个杀人犯，我和你拼了！拾起匕首就要和楚灵章同归于尽。楚灵章手脚不能动，但眼神却可以。他一个冷眼看去，楚卫心头一紧，10分的杀气灭了9分，握着匕首的手抖啊抖。怎么不动手？杀了我就能得到你想要的。多亏了那女人救了他一命，不仅觉醒了植物系异能，不管是听力、视力还是感知能力，都比以前敏锐多了。他看见二房的人鬼鬼祟祟和观察密谋，虽然有些远，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但从唇语读出来，他们只要杀了自己和那个女人，就能赦免2个孩子。他们夫妻也能在流放路上被特殊照顾，用他楚灵章的命换他们一家的好，倒是会算计。这么些年，他继承楚王的头衔，征战沙场，守卫边疆，立功无数，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伤，才换了楚家一族的荣华富贵。如今大难临头各自飞，楚灵章是那么好利用的吗？有舍才有得，既得了他军功的富贵，现在也是该偿还的时候了。竟然还想着压榨他最后一点价值，也不问问他楚灵章愿不愿意。你都知道？楚卫也不装了，跪在地上求饶。
宁长，求求你行行好，救救你弟弟妹妹吧，他们还小，还没活够。哼，我就活够了。宁长，求求你行行好，救救你弟弟妹妹吧，他们还小，还没活够。哼，我就活够了。楚灵章嘲笑，这个二叔真是让人失望。你现在就是一个废人，活着也是浪费粮食。那位也不想让你活着到达流放之地，反正都要死，不如为了弟弟妹妹，为了楚家留下一丝血脉。楚卫握着匕首跪地靠近，准备趁人不备暗算。浪费粮食。楚灵章嘲笑，才流放第1天，他米水未进，中午发的窝窝头，楚家人直接昧下了，打算活活饿死他。楚家人倒是齐心呢，都不打算让他活着到达流放之地。只因苏问把他们提出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只要楚王死在流放路上，死得越早，你们日子越好过，否则你们也别想活着到达流放之地。楚家人从被抓的那一刻开始，都觉得自己无辜，是楚灵章害惨了他们。既然他死了，他们才有好日子，那就让他死吧。在生存面前，楚家人拎得清。楚家人权衡利弊，死一个楚灵章，幸福你我他。而楚灵章是个废人，他们很容易搓圆捏扁。按照现在不给吃喝的，大约撑不过3天。楚灵章笑得楚卫双腿一软，他下不了手，只恶狠狠地说：你以为你能活多久？大家都等着你死，你现在不死，就等着活活饿死吧。张扯了扯嘴角，呼了一脸脏污的他，看起来更恐怖，吓得楚卫拖着自家夫人的尸体连滚带爬的离开。楚灵章想动手，手却绵软无力，伤口处还流脓发炎。他确实是个废人，连抬手都做不到，难怪楚家人有恃无恐，他们怕是就等着饿死他。楚灵章没想到从牢房活着出来，还要被一家人作践死，他们心真狠了。而那位心更狠，抢了自己的身份，还要赶尽杀绝。楚灵章用异能，藤蔓夹裹着几片树叶，趁着官差不备，把树叶送到嘴边。酸甜的树叶可以食用。他要活下去，绝对不能让狗皇帝奸计得逞。他想自己死，那他就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活着把属于自己的抢回来。一怒之下，藤蔓粗壮如手臂，把官差给绊了一下。哎呦，这路上怎么有这么粗壮的藤蔓啊？还以为是条蛇呢，吓死老子了。眸光落在花之韵被带走的方向，楚灵章微微皱眉。他们怎么去了那么久？他不会是出事了吧？谁出事儿，花之韵都不会出事儿的。要不是不能偏离流放路线，他就算没有和离书，也早就改头换面，隐姓埋名，带着一空间物资，在这个没有丧尸的古代，找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吃香喝辣了。可现在要跟着流放，就很气，偏偏还有人过来送死，那他不成全他们，都对不起自己。3个官差围着花之韵，露出猥琐的笑容。楚王妃，你想活着到达流放之地吗？花之韵点头。为首的官差朝他伸出咸猪手。无人庇护，你是不可能活着到达的。那怎么办？只要你肯听话，我们兄弟3个可以护着你。只要你伺候我们开心了，给你一条活路的啊！反正你男人也是个废人，跟着他，不如跟着我们兄弟3个。花之韵如花似玉，一双桃花眼流露出惊恐害怕的样子，像极了受惊的小兔子，让人想要狠狠地欺负一顿。这种破坏的心思在3人心中蔓延。3人苍蝇腿搓手，舔了舔唇，一想到她还是楚王妃，就越发的竞技有趣了。可手还没碰着花之韵呢，人就已经飞出去了，一个个倒地不起，摔得嗷嗷叫。想上我？知道上一个对我动粗的，他下场是什么吗？花之韵的脚踩着为首官差的要害，咔嚓一下，痛得对方昏死过去。哎呀，姑奶奶饶命啊！姑奶奶，你就放过我们吧！是他，都是他怂恿的。这样啊！花之韵咔嚓一下，直接扭断了那人的脖子，看得他们瑟瑟发抖。我们什么都听姑奶奶的，姑奶奶别杀我们。我不信，除非你们吃了这颗毒药。花之韵背对着他们，从空间掰了2颗胶囊，这是他的珍藏毒药，一般人不给吃的。张嘴，2位官差对视一眼，再看看死翘翘的老大。如果不听话，下场就在这儿。能活谁想死呀？
他们还以为这一路流放楚王府的人能得到不少好处，谁知道会遇上硬茬子呀！谁爱来谁来，他们可不想干了。憋屈的张了嘴，一颗药丸弹入口中，几个月没解药，七窍流血而亡。想死还是想活，你们自己选。两位当然是想活了。花之韵收拾了他们，心情不错的从小树林子出来，才一露面就被人迎面吐口水。不要脸，竟然为了活着委身那些人，你不配成为楚家人。你这样的女人啊，就该进猪笼。对，打死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边骂边朝着花之韵砸石头，就想把花之韵砸得头破血流，乱石砸死。咕噜噜的石头朝花之韵招呼过去，还未挨着花之韵劈毛呢，就咚咚咚的返回原路，朝着丢石头的人而去。下一秒，痛呼吸气，惨叫声不断。不是被石头砸中脑袋直接昏死过去的，就是被砸中胸口，痛得差点吐血的。哀嚎声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楚灵章看着毫发无损、双手抱胸看好戏的女人，暗暗松了口气。他没想到，在他最落魄无助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值得他在意。她不是花之韵，她是另一个女人。花之韵，你干什么？男人们看着自家媳妇儿被欺负，气冲冲地抓着一个石头来。谁给你的胆子欺负长辈？他们都是你的婶娘。我给的。怎么，你也想被打一顿吗？贱人！要不是你害我们楚王府被抄家，我们会落得如今的下场吗？没错，你是扫把星。你该死！楚神一石头砸过来，这次不用反弹，花之韵伸手稳稳地接住了砖头大小的石头。说完了吗？哼，我说错了吗？要不是你这个灾星一入门，楚王府怎么会被流放？我夫君说的没错，夫君，这个贱人方才和3个官差钻小树林，他肯定做了不要脸的事情，他不知羞耻，为了好日子出卖自己。花之韵还未开口，一道低沉的嗓音传来：三婶儿，你闭嘴！你再污蔑我妻子，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花之韵回头看着，不知何时老马拉着囚车走来，李氏肯定忌惮这位楚王府的当家王爷。你把他当妻子，人家可不把你当丈夫。又不是我一个人看见的，他和人钻小树林这事儿，大家有目共睹。在场的女人纷纷点头。就是，他钻了，他不要脸。嘿，你们都看见了？对，我们都看见了。那就赏你们一颗眼珠子吧。话音刚落，李氏他们还未反应过来，一阵风从眼前掠过，下一秒眼睛吃痛，眼前血肉模糊，吓得他们闭上眼。哎呦，我的眼睛！我眼睛怎么了？流血了，我的脚痛！其他人目瞪口呆，吓得面如死灰。只有楚灵章挑眉，欣赏地看着动手的花之韵，深眸一点一点被点亮，一扫这2天的人生遭遇。他能快意恩仇，那自己又如何不能呢？对上楚灵章含笑的眸子，花之韵暗暗撇嘴，这人怎么还笑得出来？要是他四肢被废，成为了一个残废，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心如死灰呢。可惜小说中楚灵章还是没能活到流放之地。花之韵有能力救他的命，也能恢复他的经脉，但花之韵就是不救，这人呐，不逼上绝路就不知道厉害。花之韵虽然不想他死，但他要这个男人狠狠地记住，是他花之韵才让他有以后的人模狗样的，他的人情可不好欠。你这个毒妇！楚山见妻子瞎了一只眼，怒不可遏，冲上去就要和花之韵拼命，惨叫不断。锋利的手术刀在手腕划了几下，快很准地挑断了楚生的手脚经脉。那经脉支撑，使不上力气的楚生狼狈地倒在地上。其他人惊恐后退，看向花之韵的眼神就像是在看恶鬼一般。你们刚才说什么？我没听见，要不要再说一遍？我不介意割了你们的舌头喂狗。其他人也看出来他不是在开玩笑，一个个捂着嘴摇着头，就怕舌头没了，一个个落荒而逃，再也不敢找花之韵的麻烦。他们不敢，官差可以。被抬走的楚生让人把他抬着去找管事的，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有毒药吗？下榻食物中，杀了那个毒妇。陈大力一看100两的银票，挑了挑眉，内心十分激动，就要伸手接过。突然背后传来咳嗽声，陈大力头皮一麻，讨好回头，义正言辞地披露：
王妃你来的正好，这个恶贼竟然用金钱收买小的，对您下毒。花之韵一露面，楚生的神色十分精彩。花之韵接过银票，笑了，一出手就是100两，看样子抄家抄的不够彻底啊。陈大力，你说该怎么办呢？小的这就搜身。花之韵赞同的点点头，把银票折好放袖子里，实际上是收空间，气得楚生眼珠子瞪出来。果然，你和他们有一腿，你这个贱人！听见惨叫声，其他人回头，就见4肢被废的楚生光溜溜的被扔在路中间，白花花的屁股蛋子亮瞎了不少人的眼。妇女们惊呼一声，捂着眼不敢看。男人们也是一脸被污染了双目的感觉，谁给他盖衣服，谁就和他一个下场。楚二说，你要是想让人看到你赤条条的身，我是不介意的。笑话，他可是从人性丧失、秩序崩坏的末世活下来的，什么丑陋恶心的场面没见过？就这群人都不够他玩的呢。有了这些作死的人，流放路上必定不会寂寞。李氏救不了自家男人，只能怒容地看向楚灵章。楚灵章，还不管管你女人，你就任由她作践你算数。他做得很对，本王为何要阻止？你要是心疼的话，可以给三叔盖衣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李氏说不出话来，他这不就是不愿意才逼他的？这对夫妻疯了呀！这次流放的人有200多个，楚王府的就占据了一半。楚王府这边的闹剧，其他人见了，好奇的过来看热闹。楚生蜷缩在地上，根本没脸见人。他堂堂楚王府3爷，竟然被剥光了，大庭广众之下被围观。不少人嘲讽楚王府的人疯了，竟然如此有辱斯文。还有人议论说楚生看着人高马大，谁知道那东西那么小，不如孩童，羞得楚生不想活了，死了算了。有人佩服李氏有个天赋如此的男人，也不知道他这么些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还有官差调戏李氏，若是想尝尝别人的滋味，今晚来找老子，老子铁定让你知道老子的好。李氏捂着耳朵，埋头妯娌怀中，恨不得去死。过分，太过分了！这些人竟然如此嚣张，楚王府那些高高在上的女人，什么时候遭遇过这种羞辱？我们好歹是楚王府的人，你们如此大不敬，就不配啊！怕什么？你们是罪人，给你们一点颜色，还真当自己是东西啊！陈大力手执鞭子，对着楚怀玉就是一鞭子。不想死，给老子老实点！都轮到被流放了，还拿王府的派头，你还以为你们是谁啊？楚氏一族不知悔改，耽误流放行程，扣到今晚吃吃。搜出来的钱财，陈大力不敢贪污，私下找到花之韵，双手奉上。花之韵收了，一共320两银票，300两的银票花之韵拿走，留下了20两的。喏，拿着喝酒。确定都搜了吗？陈大力点头。都扒光了，吃着没地方可藏。你怎么知道他头发里没有啊？小的该死！花之韵一个眼神，陈大力灰溜溜的走了，踢飞楚身。孙子，在爷爷面前玩心眼是不是？陈大力拔刀对着楚身的发髻就是一刀，落地的发髻中掉出一卷油脂包裹的东西，捡起来一看，里面是一张1000两的银票。李氏瞧着最大面额的银票被收，心疼不已。原本打算路上用来打点一下，让自己这一房日子好过一点的，谁知被发现了。不是说一点没私藏，没想到一出手就是1000两呢。三房真能装啊！面上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藏私这事儿，要不是被发现，估计我们一辈子都不知道。真有你们的！李氏忍着怒气伏地坐下。之前是我们不对，现在三爷被欺负成这样，银票也没了，只能靠大家。滚！我们可没那么大本事接近你们。楚灵章看着各自为营、自私自利的楚家人，掀了掀嘴角，知道这些人都不值得同情。这一路上，怕是还有他们内斗的。1000两银票到了花之韵手中，他随手掏出50两银子扔给陈大力，买酒吃。谢谢姑奶奶，晚上我们吃烧饼，小的再去弄点肉，给姑奶奶好好补一补。行。下午，一群流放的人徒步走了不到2个时辰，到了一个开阔之地。陈大力让大家就地休息，今晚就在这儿睡。这儿怎么睡呀？哎呀，这是野外呀，怕是有狼啊！就算不是客栈，好歹有片瓦遮挡啊！都怪那个卖国贼，要不是他，也不会害得我们风餐露宿的。楚灵章听着大家的抱怨，在心里冷笑。行军打仗更辛苦，他去打了好几年，身上伤痕无数，什么时候抱怨过？河水清冽，花之韵去河边洗手，背对着人，
此时有人悄悄靠近，就在他准备把花之韵推河里淹死的时候，一根藤蔓缠着李氏的双脚，让他狼狈地趴在了地上。李氏摔得闷哼一声，一抬头对上花之韵似笑非笑的脸。你听我解释，我不是来害你的，我是想求你和关川受情，让我们晚上吃点馒头多好。我有什么好处？这是三婶私藏的，都给你。求你再弄点药，李三叔手脚被废，若是不治疗会死的。说起来，囚车上那位手脚被废，伤痕更重。你有钱怎么不给他求药？你真的是来送银票的？是。好啊，那把你胸衣、发髻还有腰带、月事带、夹带的银票交出来。花之韵开启地图，李氏身上一下子出现了好几个红点，每个红点下面都是藏银票的地方。他怎么知道月事带藏着银票，而不是月事？他这个月事已经干净，是为了好藏东西才缠的。这女人是有透视眼吗？是扭头就走，决定自己找官差买药。为了把流放罪人的钱榨干，他们准备了一些草药和金疮药，有钱就买，没钱就等死。李氏找到陈大力，表示想买点止血的药。陈大力得到花之韵的交代，楚家人来求，一律不做他们的买卖。陈大力不敢违背花之韵的意思，抢走银票。去，没药，再求陈剁了你！吓得李氏捂着受伤的腹部，在心里骂骂咧咧的离开。偷鸡不成蚀把米，说的就是他。躺在地上的楚生哀嚎：哎呀，药呢？还给我药！请大夫救我呀！爹！一儿一女守着楚生，束手无策，只知道哭。娘，药呢？娘，好饿呀！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李氏疯了，抓着女儿就是一顿打。哎呀，回什么回？我们被抄家了，要怪就怪你们大兄，是他叛国通敌，害得一家人被流放。清洗干净的花之韵回去之后，被囚车上的楚灵章叫住。能麻烦你帮我叫个人来？谁？楚临安。花之韵不认识，他在楚家人聚集的地方叫了一声：楚临安出来！一看面色苍白的少年，花之韵道：楚灵章找你。得知是楚灵章找，楚临安就要过去，然后被自家娘亲拉住，在他手中塞了个东西。去吧。楚临安咬唇：娘，那是大哥，娘知道。楚武夫人咬咬牙：反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就让他死得其所，也算是赎罪。你弟弟病了，他需要治疗，娘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把他送走。临安，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你弟弟死？你弟弟是你亲弟弟，他是罪魁祸首，你要选他吗？楚临安看着烧得开始说胡话的弟弟，握了握拳，做出选择。不多时，楚临安到了囚车边上，他望着狼狈不堪、四肢被废、再无战神王爷霸气一幕的楚临安，心中悲痛酸涩。大兄，你找我？临安，你恨我吗？大兄真的叛国通敌了吗？楚灵章摇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我信你。大兄让我过来做什么？渴了，麻烦你给我打点水，顺便清洗一下伤口。楚灵章不良于行，自然需要人照顾。他现在是废人，也想活得干净一点。楚临安点头，拿着水囊去溪边打水。咬着一根黄瓜的花之韵凑了过来：你信任他？你不怕他算计你啊？这黄瓜能给我吃一口吗？我的东西可不是白吃的啊！你要是看得上，以身相许。楚灵章直勾勾地盯着花之韵，如果不是他耳根子发热，耳朵尖尖染红，还以为他毫不在意呢。你以为我花之韵什么男人都要？你太丑了，姐姐我下不去嘴。要是帅哥可以考虑一下，可惜这人除了一双眼，脸上没一块好肉，血肉模糊的，没眼看。你应该不会想我饿死吧？否则你为何要救我？花姑娘手段了得，能拿捏官差，护一下我不过是举手之劳吧。花姑娘，花之韵拳头硬了，学什么不好，学小日子。楚王这是为了口吃的，尊严都不要了。如果能活下去，尊严又算得了什么呢？已经被打入尘埃的楚灵章明白，要么活，要么死。
死不甘心，那就好好活着。眼前的女人是他唯一能抓住的，他必须抱上她的大腿。在他快死的时候，这个女人说能救他的命，他毫不犹豫吞下那颗东西开始，他就不再是以前的楚灵章了。看在名义上夫妻的份上，赏你了。花之韵欣赏的看了眼能屈能伸的楚灵章，好心的给他留了一小截黄瓜屁屁，食之无味，弃之不可惜的那种。打水的楚灵安从腰带掏出他娘给的药，直接扔进了溪水中，很快就被湍急的溪水冲走。楚灵安已经下定决心打了水回去。大兄，喝水。多谢了，要麻烦你喂我一下。现在的我是个废人，根本不能自理。我这样的废人，你们失望也是应该的。这不是大兄的错，是那位忌惮大兄。少年气的握拳，他霸气侧漏、英勇善战的大兄，却因为帝王忌惮，生生被废了四肢和功夫，折断了翅膀，被流放。果然，无情帝王家，卸磨杀驴，过河拆桥，说的就是狗皇帝。大兄别怕，还有我照顾你。水囊凑到嘴边，楚灵章抿了一口，干裂的嘴唇好受了不少。大兄别急，喝完我再给你打。能弄来金疮药吗？官差不给我们楚家人换任何东西，30娘去换还被踢了一脚。大兄等着，他们不给换，我找别人换。小心点。楚武夫人看着趴在地上的儿子，悲痛欲绝。灵儿，你怎么了？花，闭嘴！再叫我一句花姑娘，扭断你脖子。花小姐，麻烦你拔掉我的发簪，发出信号弹。今晚我要离开，你愿意跟我走吗？血糖，刺激，我不愿意。你走你的，不用管我。花之韵是想走的，奈何空间不允许。他要是偏离流放路线，就会清空他的空间，那是他的命。以花小姐的本事，不该去南门之地吃苦受罪的。你怎么知道我吃苦我受罪？花小姐说的是，只要花小姐愿意，应该无人能让你吃苦。花之韵自信点头，拔掉簪头，对准天空即可。花之韵照做，发簪微微震动，咻的一声，烟花在夜空中绽放。这动静吸引了不少流放之人望向天空，还有官差朝这边走来，看看是谁引起的骚动，做什么通风报信呢？一看到是花之韵，官差拐了一个弯，扭头就走了。哎，这位的事儿少管，看人家才1天就闹出了人命，挖了多少眼睛，废了一个人就知道这位惹不起。楚武夫人掐醒楚灵安，谁打的你？告诉娘，到底是谁呀？没事儿，一点皮外伤而已，娘别担心，我去大兄那儿看看。我让你办事，你怎么反而受伤？灵安，你真的不要你的弟弟了吗？楚灵安看着烧得发抖的楚灵清，我已经拜托周家那边的人给弟弟讨一副药，等煎好了送来。周家人为难你了？周家也是和他们一起流放的人家，比起他们先下狱，不过都轮上被流放了，都不容易。而且他们家还和楚家有点恩怨，难怪楚灵安被打，他们不消气，不会罢休。他娘也不想再毒害大兄，幸好他把毒药扔了。楚灵安一瘸一拐，顶着被胖揍的脸出现在囚车边上。楚灵章皱眉，以你的手段，不至于被打成这样，没反手？没事，我不疼，先给大兄上药。楚灵章瞥了眼周家的方向，眼神冷了几分，余光看着楚灵安手里的药粉，没说话。花之韵原本在一旁吹干头发，余光瞧着就要倒出来的药粉，如果他没闻错的话，这药粉见血封喉。他眸光微沉，他打翻了少年手中的瓷瓶，咔嚓一声，瓷瓶碎裂，药粉洒了一地。花小姐，你这是何意啊？王妃嫂嫂，你为什么要打破？这药多难得，你知道吗？他们就给了这么一点，洒了就没了。别碰见血封喉的毒药，别不识好人心啊！不信的话可以试一试。有毒？花之韵给了他一个冷眼，从袖子里拿出一只耗子，是他囤物资的时候不小心囤进空间的。两位都沉默了。花之韵在耗子身上划了一个口子，沾染一点粉末，耗子便在地上痛苦挣扎几秒，最后四脚绷直，尾巴僵硬的死了。难怪他们周家那么好说话的，主动说有金疮药，原来在这等着。要不是王妃嫂嫂提醒，我差点害死大兄。对不起，是我误会王妃嫂嫂，嫂嫂大人大量。不用叫嫂嫂，叫我姐就行。
这不好吧？楚灵章开口，听他的。大兄这么好说话，传听了就是不一样，嫂子说啥就是啥。欺奴啊！多谢花小姐又救了在下一命。等你有钱了，千金换。花之韵可不会无缘无故救人，以身相许他看不上，还是金子划算。楚灵章爽快答应。好。楚灵安满脸问号，这什么邪魂相处模式？他怎么看不懂呢？等会儿带着你弟和你娘来囚车边上。哦，好。花之韵知道，楚灵章准备带着他们五房离开。察觉他的视线，花之韵给了他一个坚定的眼神。谁都别想把他带走，他必须要去流放之地。楚灵安准备去找周家算账，被楚灵章呵斥。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你去了也得挨打。等着吧，大兄以后替你报仇。现在去把你娘和弟弟带过来。夜深人静时，除了偶尔的打蚊子声音，养尊处优了半辈子、累了一天的犯人们，此时根本叫不醒，一躺下就不想起来。明天还要继续徒步3000里去流放的南蛮之地，不好好休息，能不能活着到达还不知道呢。花之韵睁开眼，就见几道影子朝着囚车摸过去。